我在这边很好。那么我在这个基辅呢，这一次待了有1年多了，因为我是从欧洲出来之后，疫情的关系没地方去，这正好这边他免签，那我没地方去呢就来了呗。到现在为止1年多了。那么咱们就从这次开战开始说，从开战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呢，网络一直是有的，热水、凉水、那个暖气、煤气、供电一应俱全。每天早上呢，我去超市里面买东西，超市里面的这个食品啊、日用品啊还是一应俱全。但是呢，熟食已经没有了，但是现做的这个蛋糕和面包还是有，然后大家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哄抢。不像国内的，为了一包大米2个人打起来，对吧？扭着头发。这边的话，大家该买什么买什么，对吧？吃多少买多少。但是呢，这个餐厅啊什么的娱乐场所那就都关门了，都不开放了，对吧？水电煤这些东西全都有，网络全都有。网络没有断过是吧？一直没有断过，而且一直非常的顺畅，非常速度很快。我现在是住在旅馆里面。你这消息让我以前呢，这个对，我这2天在组织那个捐款呢，已经捐了2000多美金了。哎，对你捐款你不用捐，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，不用捐了。没这个捐款已经就是说多你这点不多，少你这点不少。在全世界捐的款，从东到西，从老到少捐的款那是无计其数。这个捐的款多到什么程度？我告诉你这边乌克兰的收汇系统都已经要崩溃了，就钱就那么多。哇！你相信吗？他都记账员打字员都来不及了，在那个社会上招那个打字员，对吧？你要记录这个款项目嘛。你从日本啊、韩国啊、新加坡啊各个国家，你想得出的国家，只要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，都在拼了命的往乌克兰捐款。每天各种各样的物资，对吧？能源啊、志愿者啊、技术设备、武器，源源不断的从欧盟的边境运到乌克兰来。所以说乌克兰它就是像什么呢？它越打它越有劲儿，因为后面有一个人不停的在给他供血，对吧？给他在输送能量，它越打越有劲儿。而反观俄罗斯呢，它是另外一种状态，对吧？它前3个回合打得特别猛，一过了这3个回合没力气了，对吧？出拳的速度、力量都缓慢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了，脚步也变得紊乱了，越来越没劲儿。但是乌克兰这边呢是越打越有劲，那打一天你就挣1天钱，为什么呢？全世界都在捐，全世界都在捐。你跟他打的话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他越打的，他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的，对吧？我跟你2个人玩魔兽，我先给你兵，你5分钟里面灭我，你5分钟里面灭不掉我的话，第5分01秒开始，我这边开始刷兵，刷，我无限刷兵。然后你就被我灭掉。我能感觉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，就是捐款的人真的太多了。我就能感觉到，其实这个战争最主要的就是民心，就民心非常重要。对于俄罗斯来讲，就你除非是闪电战，你在几天之内拿下乌克兰，要不然你只要一拖，俄罗斯人是不愿意打仗的。俄罗斯他比中国还好，俄罗斯是能够上 YouTube 上用 Facebook 的，他能够知道全世界人其实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的。普通的士兵他就是一定要听上司的而已，你除非说一下子拿下来，要不然你只要时间一拖，俄罗斯是没有民心的。对，没有，全世界都现在不是说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，而是全世界在帮助乌克兰对抗，这个就是天翻地覆的这个差别。头几天呢，这个晚上还有爆炸声音轰隆隆的，特别是第2天的晚上，然后呢有枪声，这个枪声呢可以听得出来，因为枪声的话，它离你远的话你是听不见的，离你远的话你只能听见爆炸的声音。那么有枪声呢，那说明可能它这个离你的距离就3公里5公里。我在乌克兰，我在基辅的城区，说明也就是基辅城区这个5公里3公里之内是有开始打枪了，而且你可以听到这个枪声越来越响，说明离你越来越近嘛，对吧？最后可能只有离你不到1公里的地方。那么到了昨天晚上，就是第3天的晚上，枪声就变得很稀疏。今天晚上呢，也是没有什么爆炸声音，枪声也没有什么。其实你就已经看明白，他到了3个回合了，他没力气使不上来，人困马，而且那个后勤保养啊，他都跟不上。俄罗斯的话，你知道他的这个设备啊是傻大黑粗，对吧？完了呢，他这个军中的腐败呢，也就我们所知道的话，他军中的腐败也比较严重，他不能保证长时间的这个后勤供给，所以说今天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没什么声音。他没什么声音，不是说因为礼拜6、礼拜天，对吧？晚上大家休息了，
看电视吃瓜子儿，不是，他确实是没力气了。而乌克兰这边的话，捷报频传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乌克兰西部靠着欧盟，每天从什么罗马尼亚边境啊、波兰边境啊、斯洛伐克边境源源不断的东西运进来，怎么打？我这边在无限刷兵啊，你跟我打怎么打？你刚才说的那个3次，就是让我想起来，就是春秋的时候那个故事，那不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吗？跟我刚才说的也是差不多，就是说他如果是就是闪电战你拿不下来的话，我感觉这个士气就没有了，军心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我要特别着重强调一点，就是网络的作用，因为这个是我刚才在 YouTube 上朱爱明老师他在讲网络，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呢，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吧，网络现场直播一场战争，正是因为有网络的力量，才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乌克兰在发生什么，知道这个战争的这个进程，大家也能够通过网络向乌克兰来捐款，通过网络向自己的政府施压，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。也就是说，网络把全世界的人都拉在一起，都拉在了乌克兰这一边。我接到无数的电话，来自世界各个国家我认识的那些捷克人啊、美国人啊、德国人，问我怎么样，大家都在关注这些事情，全世界都站在这一边。俄罗斯人他的军人，他也是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的，对吧？他不多多少少他也是知道的，对吧？就昨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说，我说现在的战争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个民心非常重要。你以前的时候，你蒙古大军你横扫欧亚大陆，他不管你的，对不对？他不管你世界人怎么看，你现在的信息非常的发达，你只要说是一个闪电战拿不下来，就拿不下来了。你的俄罗斯人他们也是知道的世界的人怎么看这场战争，他只要是你闪电战拿不下来，他们就失去军心了。对，那么咱们话再说回来，再想想，如果说没有网络的话，那乌克兰的话真的是孤军奋战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没有人会关心，也没有人会捐款，也没有人会向自己的政府施压，向乌克兰提供援助。那乌克兰的话，就像只易拉罐一样的被碾碎。那这个普京他要核威慑，你觉得这个会有什么影响？会不会发生？一样的道理啊。如果说没有网络的话，他用的话也没有人知道啊。但是现在有网络，全世界一双眼睛看着你，你说我当着几十亿人的这个目光，我去摁这个钮，然后做毁灭人类的事情。我的观点就是说，他要进行这个核威慑的目的，就是说他感觉可能是要输了，所以说他要利用这个给自己加大这个谈判的筹码。即便是他输了，他至少在面子上就是说我还是能赢的，你看我有核武器。所以说你乌克兰你就算要谈判啊，就是即便是你赢了，但是你得求和，你得是一个输的姿态。然后的话，那普京想要的就是说我拿这个核武器做一个谈判筹码，至少我能赢一个我是胜利者的一个姿态。这是我的观点。因为这个独裁者他一定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来够为他站台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，他必须要有一个胜利者的姿态。不管是他输还是赢，他不能失去这个姿态的。你说的这个论点呢，我完全的明白，我也有相当程度上的认同。首先，普京他不是一个傻瓜吧，他是一个我估计智商140的人，甚至智商150的人。他如果说他是个疯子的话，他在那个位置上坐不了20年。他那个位置，俄联邦大总统的这个宝座那么好，你是一个傻乎乎的疯疯癫癫的人，你上去的话，你坐没几天就被人家弄死。他能在那边坐20年，说明他是一个脑子极度聪明的人，是不是？这么一个聪明的人，他会不会众目睽睽之下去干那些，对吧，违背人伦道德底线的事情呢？我估计他不会。非常感谢你带给大家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信息，让我觉得所有人听到这个也都会非常振奋。